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，晚上就风靡了。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。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，你突然送她回宫，旁人会如何揣测？朕已经给她体面了，说她回宫治病了。儿子奉皇娘巡幸江浙，承欢洽庆，却不想皇后举止风靡，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。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。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，朕就废除她皇后之位。皇后这么做，必定事出有因。你夜夜游湖之事，哀家不提，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？人已经送走了，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，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，实在太过。皇后心慈，才留了他们性命，叫哀家说杀了他们，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，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。额娘，皇额娘，你倒是天天叫，这么个叫法，哀家真是许久没有听到了。在儿子的心里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。有皇帝这句话，哀家就敢说话了。皇帝，你是真的想废后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于国祚更是不祥。想世祖皇帝一生，最为人诟病的，并非独宠董鄂妃，而是废了第一位博尔济吉特皇后。大清开国100年，废后就唯那一次。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！失德的是皇后，不是朕。皇后背德不逊，与朕不同心，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，亲手断发，这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满人断发，一为国丧，二为夫丧。皇后出身大家，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了。但她为何如此？你想过吗？皇帝啊，你是逼皇后太甚了。皇后如此狂悖，叫朕如何能忍？夫妻本为一体，若是废后，则天下臣民不安。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废后，让天下人如何揣测？这游湖之事，真是受了晋中的怂恿，是儿子轻率，儿子认错，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。既然处置了晋中，那就是皇后无罪。民间休妻，尚要有妻出之条，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天下臣民言之凿凿，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？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，朕要封如意为后，皇娘就不赞成。可如今朕要废后，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？
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，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。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，为的是皇帝。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，为的也是皇帝。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，如今又怎不喜了呢？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，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？变的是如意，不是朕。即便如此，相伴10载的情分，皇帝也不顾念了。朕不是不顾念，是皇后言行不当，一言一行都不像个国母。皇帝啊，你和皇后彼此分分寸寸都互不相让，就是因为太在意了，因为在意而废后。皇帝，你觉得值不值当？且废了乌拉那拉氏，又有谁才能继位为皇后？难不成皇贵妃？皇帝啊，若说要像皇后，像妻子，莫过于孝贤皇后；若是像奴才，你宫里多的是那样的女子。哀家就怕你真正废弃了如意之后，会后悔，会发现你对她的在意，那时可就晚了，追悔莫及了。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奴才芙蓉庵见过尹妃娘娘、荣嫔娘娘。荣本宫和荣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。这……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，纯惠皇贵妃的女婿，你可别忘了，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？皇后娘娘，怎么会这样？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你们要顾好自己，不要受本宫牵连。皇后娘娘回宫，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，也好多个照应。多谢。两位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